Su-57再換發動機到底有沒有用？作為俄羅斯第一架五代機，Su-57一直頂着個尷尬的頭銜，全球唯一沒法實現超音速巡航的五代機。這種尷尬在同行的襯托下，讓Su-57更顯得像小丑。無論是火力軍最喜歡的 F-22還是 F-35、殲20，都能輕鬆完成超音速巡航，參與實戰。Su-57卻一直都處於機身等引擎的憋屈狀態，只敢試飛，萬萬不敢投入戰場。直到不久前，面子實在繃不住的俄羅斯人，才終於給他換上了177產品，讓其順利完成試飛。那麼，換上新發動機的Su-57戰力到底是什麼水平？他又是否敢出現在戰場上？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既然Su-57已經勉強服役了，為什麼還要大費周章的換發動機？這裡面藏着俄羅斯一個巨大的戰術痛處。作為五代機的硬指標，超音速巡航指的是不開加力燃燒室，僅憑發動機幹推力就能維持超音速飛行。這不僅能賦予戰機極高的能量優勢，還能大幅壓縮敵方的反應時間。原來的Su-57裝備的卻是 LCF 發動機，這玩意兒名字聽着挺唬人，實際上就是蘇27側衛家族那台 AL-31F 的魔改版，也就是俗稱的拉皮貨。其最大推力僅為 14.5 千牛，跟15千牛超音速的標準推力相差甚遠。對於一款重型戰鬥機來說，推力就是命根子，沒有足夠的推力就是一架太監機。這就導致了一個尷尬的情況：Su-57發動機一開，油耗瞬間爆炸，航程直線縮水，還沒飛到戰區，油就燒了一半。沒辦法，只能打開加力燃燒室，結果推力依舊感人。起飛時像得了帕金森，顫顫巍巍的抖動，就是無法像 F-2那樣旱地拔蔥。更要命的是，這種推力上的短板直接限制了Su-57的戰術選擇。在俄烏戰場上，我們無數次看到Su-57像個轟炸機一樣，掛着巨大的巡航導彈，躲在幾百公里外的別爾哥羅德上空，偷偷摸摸的發射，根本不敢利用隱身優勢突入烏克蘭腹地去獵殺防空雷達。哪怕是面對老舊的 S-300系統，他都不敢去執行五代機標準的踹门任務，更不用說挑戰愛國者。飛行員心裡清楚，動力不足，隱身拉胯的局限便注定一旦被鎖定，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只有禱告，然後等着去見列祖列宗。這就是為什麼俄羅斯急着要換發動機，因為再不換Su-57就真的要淪為國際軍火市場的笑話了。畢竟就連原本的俄貨愛好者印度都看穿了Su-57底褲，直接退出了合作項目。為了挽尊，也為了最後的突圍，俄羅斯只能孤注一擲，請出他們的神秘引擎產品177。根據俄羅斯聯合發动機制造集团放出的消息，這款發動機是專門為五代機量身定制的，採用了全新的核心機設計，而不再是 AL-31F 的魔改，其最大推力據稱達到了18千牛級。這數據如果屬實，那是相當炸裂的。要知道，哪怕是 F-22所使用的 F-119發動機，這款世界上最先進的發動機之一所提供的理論最大推力，也僅僅只有173千牛。俄軍這都不是彎道超車了，而是閃電漂移。俄媒宣稱，裝上這款發動機後，Su-57將獲得所謂的第二階段能力，不僅能輕鬆實現不開加力的超音速巡航，最高速度甚至能突破2馬赫。而且還集成了3維矢量噴管技術，能讓戰機在空中做出各種匪夷所思的動作。如果只看 PPT 和俄媒吹噓，這確實是個神器，但別忘了，這可是俄羅斯的軍工宣傳，歷來有注水的優良傳統。想當年的 T-14阿瑪塔坦克也被吹成了陸地神仙，結果呢，到現在也沒能量產，跟Su-57一樣龜縮在家裡當宅男。所以真實的產品177實際上問題多得嚇人。首先是所謂的18千牛級推力，據火力軍所知，至少有2千牛級推力是吹出來的。另外16千牛級推力水分也不少，這從它的材料和良品率可以看出。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航空材料學幾乎停滯了30年，耐高溫的单晶涡輪葉片一直是他們的軟肋。要想承受18千牛級推力帶來的恐怖高溫高壓，需要頂級的材料工藝。目前的俄羅斯根本無法穩定量產這種級別的葉片，特別是在歐洲和美國制裁大棒揮下來後，俄羅斯的葉片就真跟葉片一樣脆。至於良品率能達到多少，壽命能維持多久，都是一個玄學。因此，最有可能的情況是，俄羅斯示範的幾台裝機的發動機是實驗室裡精挑細選出來的特供版，真到了大規模量產，性能和壽命都要大打折扣。這種手工作坊式的產能根本支撐不起一支强大的空天軍。而且退一萬步講，即便發動機真的行了，推力真的上去了，就能拯救Su-57嗎？答案是殘酷的，沒用。因為Su-57的病根本就不在命根子上。如果把现代五代機的對決比作一場刺客遊戲，那麼隱身就是刺客的隱身衣，感知就是刺客的眼睛，
而蘇57在這2點上簡直就是個裸奔的瞎子，哪怕你換了新引擎，跑得再快，也改變不了被秒殺的命運。先說引申，這是蘇57最致命、最無法挽回的硬傷，也是換上新發動機也無法改变的死局。當年蘇41的設計師們明知自家的發動機推力不如美國，為了強行追求機動性，搞了個極其複雜的中央升力體布局。這種布局在4代機時代是神蹟，造就了蘇27家族的輝煌。但在5代機時代，特別是當蘇57換上新引擎後，這就是劇毒。大家仔細看蘇57的肚子，那2個巨大的發动機吊艙直接凸出來，中間還夾着一個深不見底的溝槽。那種複雜的凹凸曲線簡直就是雷達波最好的反射板，極大地破壞了腹部的引申連續性，導致地面雷達只要抬頭就能輕鬆抓住它。更離譜的是进气道設計，這是5代機引申的核心難點。F22、殲20都採用了 S 型进气道，目的就是擋住發動機那個巨大的金屬風扇，因為高速旋轉的扇葉在雷達波面前就像夜空中的月亮一樣耀眼。可蘇57呢，它的進气道簡直就是直腸子，從正面居然能直接看到發動機的扇葉，沒有任何有效的物理遮擋。雖然俄方宣稱加了個什麼雷達波屏蔽網，但在雷達專家眼裡，那不過是個聊勝於無的心理安慰。當敵方雷達波打過來，蘇57的那2台風扇依舊會反射出巨大的回波信號，它也就成了一個巨大的活靶子。同時，為了所謂的超機動，蘇57犧牲了太多的引申性能，甚至連最基本的工藝都做不好。從俄羅斯公布的照片看，它的機身表面蒙皮接縫寬的能塞進硬幣，機翼上全是裸露的十字螺絲和鉚釘，這些微小的凸起在厘米波雷達面前就是一個個耀眼的反射源。為了裝格鬥彈，蘇霍伊還在那本來就不平整的翅膀底下強行加了2個巨大的鼓包，這種畫蛇添足的設計簡直是對5代機引申標準的公開侮辱。說它是拍板了的蘇27一點都不冤枉。接着是感知功能，也就是它的眼睛。現代空戰早就不是拼刺刀了，打的是信息差，比的是誰先看見誰，這就需要強大的態勢感知能力，核心是紅外搜索系統和光電分布式孔径系統。然而俄羅斯的電子工業懂的都懂，由于長期受制裁，再加上自身底子薄，他们根本造不出高灵敏度、高集成度的光電芯片，甚至要從歐美的商用設備裡拆芯片來用。面對這種窘境，蘇霍伊的設計師直接選擇了擺爛，搞了個簡單粗暴的方案。既然看不清，那就多裝幾個雷達。他們在蘇57的機頭、機翼前緣、機尾密密麻麻的總共裝了6部雷達，試圖用數量來彌補質量。但這帶來了一個災難性的後果，耗電。大家知道有源相控陣雷達是吞電巨獸，產品177發的電平時飛一飛還行，一旦進入戰時狀態，這6部雷達同時開機，瞬間的峰值功率搞不好能讓全機系統直接癱瘓，空中斷電，那畫面簡直不要太美。值得一提的是，為了省電，俄羅斯人還編寫了一套奇葩的軟件邏輯，讓這些雷達輪流開機。這就意味着蘇57在某一時刻總有一些方向是瞎的，如果敵機恰好從盲區沒過來，那蘇57連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而且這套雷達系統還有一個致命的邏輯硬傷，那就是它引以為傲的艾歐波段雷達。俄方吹噓這是專門反引申的，確實艾歐波段波長很長，對引申戰機有一定的發現能力，但物理規律是公平的，波長長就意味着精度低，它只能測距不能測高。通俗來說，它只能告訴你那個方向好像有人，但不知道具體在哪個高度哪個坐標。因此要想引導導彈攻擊，蘇57還得打開機頭的主火控雷達，去那個方向進行窄波束掃描。這一掃不要緊，在引申戰機對決的黑暗森林裡，這就相當於你自己打開了強光手電筒。當你照到別人的那一瞬間，你自己的位置早就如同燈塔一樣暴露給了全戰場所有的被動探測設備。這種自殺式的鎖敵邏輯，在 F35、J20這種依靠高性能光電系統靜默獵殺的對手面前，簡直就是送人頭。而且近距格鬥拼的不僅是機動，更是頭盔瞄準距和大離轴導彈。美國的 AIM-9X 配合 GHMCS 頭盔，那是經過無數實戰檢驗的，指哪打哪。反觀俄羅斯，雖然是最早搞頭瞄的，但這些年電子技術的停滯，讓他們的頭瞄系統依然笨重、顏值高。真打起來，蘇57很可能發現自己雖然機頭轉過來了，但導彈卻鎖不住目標。還有個最現實的問題，結構強度。蘇57為了減重和追求氣動，機身設計被削薄了，這導致其結構抗過載能力一直是個謎。尤其是中央升力體布局，在大過載滾轉時，機身剛性是個大問題。真到了生死搏殺的極限狗鬥，蘇57那個滿是縫隙的機身會不會在9G的過載下直接解體，這還真不好說。不過新發動機雖然依舊無法幫助蘇57去挑戰世界上最頂尖的那批5代機，但對於目前的俄空天軍來說，其實還算夠用。
火力軍為什麼要說夠用？因為在當前俄羅斯人才、技術、配件3缺3的情況下，俄空天軍能為蘇57整出一台能用的發动機，已實屬不易。根據俄羅斯国防集团 Rostec 發布的聲明稱，產品177發動機在所有運行模式下均實現了燃油消耗的降低，其使用壽命相較於上一代動力系統有所延長。而且在2025年迪拜展橫戰上，一架蘇57原型機攜帶了完整的反輻射導彈和地空導彈載荷，卻依然順利完成試飛工作。這表明新發動機不僅有望提高速度和機動性，還能減少維護需求和維護成本，同時增加了機載子系統的可用功率。這些東西對於如今在家宅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蘇57而言，簡直就是質的飛躍。就火力軍而言，其飛躍程度不亞於遠古時代草履蟲正式進化成猿人。總的來說，新發動機夠用，但也僅僅夠用。要想真正趕上真正的5代機強國，俄羅斯軍工差的不是這一台產品177，也不是某個具體的雷達型號，而是差了整整一個時代的工業體系，是芯片，是材料，是軟件工程，是精密加工。這些基礎領域的全面崩塌，不是靠換個發動機就能補回來的。正如產品177雖然讓蘇57在技術上達標了，但戰略上可能已經過時了。要知道，2025年蘇57才剛換上完全体引擎，可中美两國的6代機項目，比如美國的 NGAD、中國的殲20深度改型，都已經在琢磨变循環引擎、定向能武器这些更高級的東西。蘇57剛補完5代機的課，別人卻已經在往6代機跑了，時間窗口早已慢慢關上，留給俄空天軍的時間又還剩多少呢？好了，本期深度分析就到這裡。你覺得換了產品177的蘇57，如果遇到 F35或者殲20，能撐過幾個回合？歡迎在評論區留言，喜歡的話可以點點關注。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我們頻道一直在聊真實的軍事資訊和武器裝備，後台也經常有朋友問，有沒有值得推薦的入門級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觸到的產品。首先，它的外形還原度做得相當不錯，比例準確，武器上的一些關鍵細節和標識也都有體現，材質也說得過去，拿在手上有不錯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備一定的可動性，對於理解基礎操作原理有一定幫助，讓它不僅是個靜態擺件。綜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來看，價格確實比較親民。對於想入門模型收藏，或者單純想在桌上貼一個擺件的朋友來說，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選擇。商品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